山东舰这座海上堡垒都在深蓝的怀抱中奏响属于自己的号角。放飞歼15飞机，放飞歼15飞机。每一次飞沙冲天的背后，都离不开全舰各站位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通信兵，他们虽为亲驾战鹰乘风翱翔，却用自己的双手托举着一批批舰载机其出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航母战斗力的强弱。而效率提升的关键就在于甲板彩虹人配合的默契程度。我们这群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人被称为甲板彩虹人。不同颜色的衣服有不同的含义。你像我穿着蓝色衣服的代表调运，红色衣服的代表弹药，绿色衣服的代表起降，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航空保障。鲜艳的色彩和醒目的标识，这些场景早已成为航母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这群甲板彩虹人是怎样协同保障舰载机起降的呢？要想全流程了解舰载机的起降，首先要来到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由于航母飞行甲板面积极其有限，因此大量舰载机都停放在下方的机库当中，而这台升降机是航母上连接机库甲板与飞行甲板的重要装置，不仅是舰载机转运的关键纽带。作为这项关键任务的负责人，身穿蓝色保障服的张山虎需要保证每一架舰载机出入库的绝对安全。我们这个岗位很重要，它是主要负责飞机摄像机机库大门，负责舰载机的出入库。每天飞行保障开始，我们很早的就位，把机库大门缓缓的打开，就像拉开序幕一样，然后舰载机出库、布列调整、放飞、回收最后入库机库大门缓缓的关闭，完成一天的飞行保障任务。一道指令发出，机库大门缓缓打开，椭圆形缺口恰如一块巨大的荧屏，海天之间飞沙直冲云霄的一幕即将上演。此时站在荧屏中央的张山虎用一声声清脆的哨声，让晨曦中的机库躁动了起来。那一刻真的感觉很有幸福感，很有画面感。然后你看外面的天，看外面的海，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有感觉，就是一下子就是令人这个很向往。早在山东舰建造之初，张山虎就来到了这艘航母，如今已经是他在山东舰服役的第9个年头。每日伴随他的哨音，虽然在外人听来单调重复，一个快速，一个慢速。我们为了提高保障效率，通常我们会根据这个飞机的这个重量进行实时的调整，就是提高一个这个转运效率。现代化的航母升降机已经实现了系统机械化，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升降机操作员的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它的难点主要在于任务的变化是未知的，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这个转运舰载机，备遍我的装设备。就是我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现在做好，把我的装备、我的人员随时能动的状态，随时准备着，时刻准备着，确保每一次舰载机出动前做好充分准备，全时待战，是张山虎和战友们必须时刻保持的冲锋姿态。全时待命的状态，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正常有升降的话，这边第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它是处于一个高噪音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因为我这个设备它要动，它这个噪音是很大的。但是通过我这些设备的执行情况、动作情况，这是一个解锁的现象。舰载机在入库，就是从飞行甲板运到机库，我的平台从飞行甲板降到机库了。海天波涛，一幕战机归巢。日复一日，执掌大幕的张山虎在一波又一波的战斗浪潮中始终不辞辛苦，保持着彩虹人特有的坚韧与从容。最后一架飞机入库之后应该说我们是可以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保持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是国产航母，是第2艘航母，为了我们海军的强大、祖国的强大在不懈努力。
每天在训练，在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我们保卫国家的能力。负责舰载机转运工作的张山虎和他的战友们夜以继日托举战鹰，助力飞煞冲天。当舰载机离开机库，来到飞行甲板，滑向跑道之际，甲板彩虹人中的另一个群体始终目不转睛地观察并指挥着战机的一举一动。这位身着绿色针织衫、外套黄色马甲的指挥人员是起飞助理员曾文辉。一副眼镜和一套流畅的手势成为他留给战友们最深刻的印象。犀利的眼神，如果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那曾文辉他们就像舰载机飞行员的舞伴，共同保障战机安全起舞。我是国防生毕业，2022年就是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当时应该是辽宁舰首次起降歼15的时候的现场画面。当时就是起飞助理给出了个航母star的那个手势，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岗位担负这个岗位的人很酷。带着对航母事业的憧憬，曾文辉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并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引导歼15舰载机起飞。这是我们的指挥保障的引导手势，然后每次保障前早上可能会练习一下，看动作标不标准，有没有变形的情况。其实我们跟飞行员的主要沟通途径就是通过手势，然后我们的手势的标准就是把信息准确的传递出去，这样是。走吧。下蹲屈身，凌空一指，歼15舰载机向蓝天呼啸而去。这看似简单帅气的凌空一指，曾文辉和战友们背后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曾文辉的站位离飞机发动机最近只有20米不到，戴着头盔和耳罩，仍然无法完全抵挡强大的气流和震撼的轰鸣。舰载机高达上千摄氏度的尾喷流，一旦扫到人体，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外，如果舰载机在离舰时偏离跑道，它所产生的巨大尾喷可瞬间将附近的人轻松吹飞。一架架歼15飞机凌空起飞，一次又一次在点位上来回奔跑、指挥、观察，这些对曾文辉的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的考验。现在已经担任起飞助理岗位相当是6年了，然后其实跟以前心态上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担负这个岗位越久，对这个岗位更加谨慎，更加严谨，每一次保障都当作是第一次去保障，因为你知道你所履行职责后面意味着什么东西。自2019年入列以来，山东舰不断向深蓝挺进。曾文辉和战友们在大风大浪中一次次提升自己的作战能力。我觉得放飞作业最重要的无非就2点，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高效。安全就是我要把舰载机的人。这批保障结束了，然后我现在回舱室检查一下装备，准备下一波的放飞。这个是我们的头盔，我们主要是佩戴黄色的头盔。这款头盔有这个墨镜，然后有防护的耳罩，然后有连接我们终端的通讯线，另外还有话筒。常常一个人坐在舱室里仔细擦拭自己的装具，他的作战靴上有一处明显的磨损，格外显眼。就我们那个放飞时候的姿势，然后因为需要3点着地，然后这只脚一般都是撇在甲板上，然后甲板面又比较粗糙。伴随着海平面上洒下的金色霞光，曾文辉完成了当日最后一架歼15舰载机的放飞任务。随着舰载机空中任务的结束，一架架战鹰即将返航着舰，他们是着舰引导岗位的官兵们。准备接收歼15飞
机准备接收歼15飞机。从空中看，航母甲板只有火柴盒大小，而甲板上的4根阻拦索更是细如蛛丝。但这4根阻拦索却是舰载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锁。开始着舰准备。山东舰阻拦装置操作员张忠杰就是山东舰上生命之锁的守护者。咱们走的时候不要从里边走啊！1号阻拦机切换完了吗？然后4号。有着24年军龄的张忠杰保障了无数次舰载机降落，但每当舰载机着舰时，他的神经依然紧绷，始终专注地盯着4根阻拦索的情况，确保每一次降落都万无一失。然后每天几十架次，每一次都这样想。飞机降落是一瞬间的事，稍有不慎都将带来巨大的危险。最后一根吧。对。操作阻拦装置需要极强的耐心和定力，最考验他们的是在细致入微的反复检查中保持专注，不厌其烦地确保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张旭他是一个比较严肃、很较真的一个人，对待工作较真、严谨、较真儿。对，比较较真，在工作上比较较真，因为大家一致的认可他。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吧。张忠杰在工作中要求阻拦岗位的每位成员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过线没？陈千里。舰载机着舰时重重落在甲板上，发出的声响，看我的肤色也能看出来，因为我都比较黑的，但是我自己没感觉太出来吧。反正家里人跟我说，哎，你好像比以前更黑了。反正每次只要一出海吧，或者执行任务的话，都会这样，有时候还会这个发红啊、晒伤啊。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甲板上我们舰机着舰的那一瞬间，有一些人在保障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好看的画面啊之类的。但是在甲板以下，我们也有很多人在做很多的工作啊。我觉得甲板彩虹人更多的是一个团结协助的意思吧，不同的颜色汇集到一起，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漂亮壮观的彩虹。所有的岗位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环环相扣的。从它的着舰到起飞，这个全过程都是由我们这些人把自己的岗位履行好才能完成的工作。从接舰到现在，到交接入列，到现在这个驶向深蓝，我们航母的战斗力不断的在生成、在进步、在提高。我相信我们山东舰会越来越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5年来，它身后每一条壮阔航迹，都是一代代航母官兵用热血和青春书写，都刻印下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铿锵步伐。极目海天，展望未来，会有更多像螺丝钉一样铆在站位上的航母官兵，共同托举战鹰，加速驶向更加辽阔的深蓝。